当地时间11月29号，联合国安理会将举行巴以问题高级别会议。中国作为安理会11月轮值主席国，王毅外长已赴纽约主持会议。28号，王毅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王毅重申，在巴以冲突问题上支持联合国和秘书长本人为解决巴以冲突发挥独特不可替代的作用。古特雷斯也赞赏中方担任安理会轮值主席期间，为推动巴以问题政治解决、缓解人道主义局势发挥的建设性作用。当前巴以临时停火协议获得短期延长，踏入第5天，双方能否有望在国际社会的努力下早日实现永久停火？中方将发挥哪些建设性作用？来看看报道。王毅在会见古特雷斯时表示，作为本月安理会轮值主席国，中国同阿拉伯国家和有关各方保持密切沟通，将巴以冲突作为安理会核心和优先议题。中方还接待了阿拉伯伊斯兰国家外长前不久集体访华，就尽快召开安理会高级别会议达成共识，期待安理会发出一致和明确的声音。王毅说，安理会第2712号决议是推动停火的第一步，是通过政治方式解决巴以冲突的良好开端。现在的关键在于临时停火协议能否延续，加沙是否还会重燃战火。中方的立场很明确，一是绝不能让战火重燃，应实现全面停火，避免更大人道灾难，被扣押人员也应得到释放。二是人道物资应不受阻碍地进入加沙，开辟更多过境点，设立有效监督机制。三是尽快重启两国方案，这是国际社会最大公约数，也是解决巴以问题的根本出路。中方呼吁尽快召开更具权威、更大范围、更有时效的国际和会，制定重启两国方案的路线图和时间表。中方支持联合国为此发挥主导作用。古特雷斯赞赏中方担任安理会轮值主席期间为推动巴以问题政治解决、缓解人道主义局势发挥的建设性作用，感谢中方将主持召开巴以问题高级别会议，表示这是落实安理会第2712号决议的第一场会议，非常重要。王毅代表中国政府向联合国机构在巴以冲突中的遇难人员表示哀悼。同日，王毅还会见了巴西外长维埃拉和马来西亚外长赞比里，两国外长赞赏中方倡议举行安理会高级别会议，并赞同中方立场，希望同中方密切配合，推动会议取得成功。深圳卫视注意到，1977年，联合国大会呼吁将每年的11月29号定为声援巴勒斯坦人民国际日，以纪念1947年11月29号联大通过了有关巴勒斯坦分治的第181号决议。该决议规定，在巴勒斯坦设立一个犹太国家和阿拉伯国家，也就是国际社会不断强调的两国方案。此次中方倡议举行安理会巴以问题高级别会议，并于声援巴勒斯坦人民国际日举行，也体现了中方对联合国发挥主导作用的支持。那么，在中国担任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国以来，那么我们的推动之下，联合国安理会终于是通过了在本轮冲突爆发以后的第一份要求各方进行停火的这样的一个相关的决议。那么这样的一个决议的出现，也实际上是进一步的推动了联合国，特别是安理会在调停以及斡旋地区冲突中所应当发挥的这样的一个作用，维护了联合国的这样的一个核心地位。因此，我们说，中国自本轮冲突爆发以来，始终保持着这样的一种很建设性的这样的一种态度，和发挥了一个负责任大国所应尽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和责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也将再次访问中东。根据美国务院的消息稿，布林肯将访问以色列和约旦河西岸，讨论以色列行使自卫权以及继续努力确保哈马斯释放剩余人质。多家美媒引述美国务院高官的消息称，布林肯将分别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会晤。这将是布林肯自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的第3次中东之行。当地时间28号，正在比利时出席北约外长会的布林肯再次表示，希望延长加沙目前的停火协议，并释放更多人质。I am very pleased to see hostages returning home, coming back to be with their loved ones, and we're determined to continue that for as long as possible to bring as many people home. 不过，据以色列媒体报道，内塔尼亚胡不愿将停火期限延长至10天以上，这是其政府签署的原始协议中规定的最长期限。内塔尼亚胡还强调，以军会完成所有任务，包括拯救所有人质和消灭哈马斯，以确保加沙不会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而以军总参谋长哈列维则表示，以军准备在停火结束后继续战斗。
美联社则引述美国官员报道，指美方向以色列施压，要求以方停火过后恢复攻击时，需避免对巴人再造成大规模伤亡和流离失所，强调当前的人道救援工作未能疏解人道危机。白宫国安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科比表示，以色列接受这一信息，但不愿透露更多具体信息。分析认为，布林肯再次访问以色列，也是为了向以色列方面进一步做工作，但具体成效几何，外界仍在观望。The comments from the Israeli Prime Minister have been very, very clear. He doesn't think this is accomplished. He thinks there's a lot more to do. He says his ultimate goal is to eradicate Hamas, and that's not been achieved so far. And he's just said that from the outset. At whatever point this truce, which he won't call a ceasefire, ends, the fighting will resume. 正是在国际舆论的压力之下，美国开始调整其中东政策。要求以色列更加的重视有关加沙地带的人道主义的救援问题。那么这样的一个呼吁，对于解决当前的人道主义危机有其一定的积极和正向推动作用。但是美国在巴以问题上的一个底层逻辑，仍然是要重塑以色列的这样的一个军事的威慑力。因此，我们说本地区的持久和平和这样的一种长期稳定，是具有一个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挑战的。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更新。更先生您好，这次巴以停火来之不易，并且实现了2天的延长期。那您认为接下来双方可能达成长期的停火共识吗？是的，巴以冲突升级1个半月，即走入了暂时停火的进程，并且已经实现了延长2天，这是所有人乐见的大好事。无论停火时间长短，停火就比不停火好。和平就比战争好，对话就比对抗好。当我们看到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获释者与家人亲友团聚的感人场面，看到可爱的小朋友获释后和自己可爱的小宠物相聚的那种欢乐，全世界不分种族、不分国别、不分政治态度的所有人们都会为之感动。这次的停火有卡塔尔、埃及等国有成效、有力度的斡旋协调。真是功不可没啊！同时呢，也有国际社会的压力，联合国主要大国，比如中国、美国等等的介入协调等，可谓是殊途同归。但是，我认为这次停火主要还是来自于巴以乃至中东地区的内因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次冲突呢，延续虽然只有1个半月多，但是其血腥残酷的程度，在人类的和平时期是显见的。所以，巴以双方和世界各国一样，都有着一种主流的民意，就是希望立即停火止战。大家请注意啊，当双方的人质或者囚犯交换的时候，巴以双方无论是军方还是民众，都表达了一种真诚欢迎的态度。这是哈马斯和以色列当局都不能不顾及的主流民意诉求。最近，以色列也明确表达希望，愿意释放300名巴勒斯坦的囚犯。这也就意味着什么呢？就意味着以色列其实是表达了一种把停火状态可以至少延长10天左右的意愿。以色列不仅要考虑人质问题形成的内部压力，而且他们借助国内的仇恨情绪和国际社会由于磨合形成的一个空白期，打了1个半月的仗，如此高强度的对加沙地区等采取如此残暴的军事报复行动，但是实践证明，他们可能很难在短期内彻底达成所谓完全消灭哈马斯的目标，所以他们也就需要有所调整，从长计议。而哈马斯方面呢，也由于实力悬殊及已经达成了他自己主要的战略目的等种种原因，他早就明确表示愿意永久停火，而且呢，现在人道主义救援迟迟不能到位。这几天停火当中送进加沙地带的人道援助物资也是杯水车薪，所以哈马斯这次又是袭击在先，造成的后果也会使原来支持他的民众产生反弹，而以寻求永久和平的姿态来挽回一些面子，也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项。以色列也希望用争取和平的姿态来为1个半月来毫无节制的报复屠杀行为略作弥补。双方这种内在的对停火的意愿，恰好与整个国际社会的努力和期待相合，因此可能会形成一定条件下的长期停火共识。
王毅外长29号将主持安理会巴以问题高级别会议，会议将提出哪些达成的目标呢？这次巴以冲突升级后啊，国际社会一直反应很强烈。10月27号，联大以压倒性表决结果通过了由阿拉伯国家集团提交的联大决议草案，主题为保护平民及履行法律和人道主义义务。11月16号，中国作为当月的安理会轮值主席，主持决议，呼吁紧急实施长时间人道主义暂停及走廊。人心所向，迫使联合国机构动用实质性的维和资源和力量来落实大会决议，这无疑对于巴以局势形成正面的推动力量。就在当地时间11月29号将举办的安理会，王毅外长已经抵达美国来主持这次会议啊，可能呢会以更大力度的务实态度，有效实现下列目标：第一是支持延长乃至永久停火，防止冲突扩大，影响整个中东地区的稳定，争取达成全面可持续的和平。第二是要构建和保障更通畅、放大版的人道主义救援通道。第三是无论停火与否，一定要推动巴以双方开始接触，进入政治谈判进程。第四是争取就落实两国方案进一步推动磋商和落实。第五是就达成中东阶段性和解方案启动磋商和落实。而具体方法呢，第一可以考虑派遣维和部队和巴以双方维护停火的力量相结合，在加沙等有争议地区建立停火区或缓冲区，坚决制止战火的蔓延。第二，组织和派遣大国等参与的联合国特命观察协调团，由联合国5大常任理事国加上其他相关国家进行直接斡旋，具体参与巴以和中东相关的谈判进程。第三，加大力度向加沙等地提供人道主义救援物资等。严冬将至应该立即加大力度，不容迟缓。最后，国际社会还应该有各种软性措施跟进，因为任何政策和具体行动都是受思想和理念支配的。在中东地区，特别是巴以双方，如何倡导并落实真正的和平主义理念和具体方针政策，捐弃前嫌或搁置争议，真正的化敌为友，才是真正的治本之道。在这方面呢，世界各国，特别是中国都有很多成功的和平主义理念实践和经验，值得借鉴。全球首个以供应链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开幕。这意味着，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调整的重要关头，中国向世界发出了仍将扮演全球产供链稳定器的清晰信号。而就在本次中方举办链博会的几小时前，美国白宫也宣布成立供应链韧性委员会，一系列新措施与此前的去风险提法一脉相承。中国外交部29号强调，国际上存在开放与封闭两种趋势，中方的选择是坚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积极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首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28号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举行。本届链博会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会期5天，设置智能汽车链、绿色农业链、清洁能源链、数字科技链、健康生活链5大链条和供应链服务展区。供应链是指围绕核心企业，从配套零件开始制成中间产品以及最终产品，最后由销售网络把产品送到消费者手中的，将供应商、制造商、分销商直到最终用户连成一个整体的功能网链结构。中国是联合国标准下工业门类最全、配套最为完整的国家，制造业规模连续13年居世界首位，占全球比重近30%，全球制造和供应链重要中心地位不断凸显。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29号介绍，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是全球第一个以供应链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也是中国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新平台和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新载体，吸引了国内外515家企业和机构参展。境外参展商占比达26%，其中美国参展商占境外参展商的20%，包括亚马逊、苹果、特斯拉、英特尔、高通等一批美国世界500强和跨国公司。国际上存在开放与封闭两种趋势，中方的选择是
坚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积极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还有一个细节值得关注，这些媒体前来参展的背景是一段时间以来，美国政府威逼利诱他们与中国市场拉开距离，但大多跨国企业不为所动。中国美国商会总裁何迈克日前就表示，中国花了很长时间来建立自己的供应链，美国公司在这些供应链上投资了几十年，因此任何人想要取代中国都需要很长时间。从美国参展商在首届猎博会这种表现来看呢，实际上可以简单的总结为用脚投票。尽管当前美国政府呢，它在对华经济交往方面始终呢强调所谓的去风险化，说到底呢就是倾向于用泛安全化、泛行政化的手段来干扰中美之间正常的贸易投资往来。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工商界呢，其实呢它就是用脚投票，用自己实实在在的行动来表达了这种呼声，那就是无论是中美两国之间，还是整个世界经济，都必须保证供应链、产业链的稳定畅通。不少国际媒体注意到，就在中国猎博会开幕之前数小时，美国白宫于当地时间27号成立供应链韧性委员会，并召集了首次会议。总统拜登亲自宣布了30多项新举措，其中包括建立针对半导体供应链中断的预警系统，刺激美国国内基本药物的生产，减少医疗产品对所谓高风险外国供应的依赖等，均延续了拜登政府强推制造业回流等保护性政策。而且白宫新成立的供应链韧性委员会由美国安全部门主导，成员包括国防部长、国家情报总监、国土安全部长等安全部门人员。可以说，围绕国家安全的说辞，拜登出台的一系列新举措与此前的去风险提法一脉相承。而所谓加强供应链韧性的背后，实质还是美国试图脱钩断链的一意孤行。分析指，目前拜登正面临2024年竞选连任的艰难局面。此前，他高调过81岁生日，招来不少对其连任能力的质疑。同时，前总统特朗普等待卷土重来。特朗普目前在共和党候选人民调中处于领先位置，因此拜登急需政治加分项。而延续此前其强推的制造业回流、做供应链文章等政策，拜登政府希望能在选民中刷好感度。过去2年来，尽管呢，拜登政府呢在高科技领域呢一直强调对中国所谓竞争，强调呢对中国呢要去风险化，但是呢，我们来看总体的中美经贸关系其实还是在逆势增长。也就是说呢，中美之间这种传统的贸易投资关系呢，其实还是不降反增。这其实呢，从另外一个侧面反映出中美之间这种密切的经贸投资联系，其实呢，并不是美方哪一个政府对于中国经济的恩赐，更多的还是美方尤其是美国的企业界在市场经济的原则之下，它一种客观的利益选择。目前，产业链、供应链已经成为现代经济的重要形态，并随着技术复杂度提升，呈现出链长、面广、无国界生产的特征。以苹果手机为例，迄今200多家供应商遍布全球，一个不起眼的电子组件都可能成为一家顶级的硬件厂商。但近年来，在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的情况下，美国还以去风险为名大搞脱钩断链，四处构建小院高墙，极大损害了支撑世界经济复苏的技术创新和投融资活动。对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度发出警告，如果全球产业陷入严重碎片化，总体经济产出可能萎缩多达7%。基于对增长困境和挑战的担忧，世界贸易组织近期将2023年全球货物贸易量的增速从此前预测的1.7%下调至0.8%。有分析认为，如果真要说中美在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上有什么不同的话，很明显，美国走的是限制别人发展自己的路，中国走的是互利互惠、合作共赢的路。实际上，对于一些国家人为割裂全球产业链的做法，越来越多国家和跨国企业在用脚投票。例如，欧洲空中客车公司近期宣布将在天津建设第2条生产线，特斯拉宣布将在上海新建储能超级工厂，德国大众计划在华投资10亿欧元开发纯电汽车。从未来来看呢，在当前这种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之下，无论是哪个产业包括我们这一次猎博会涉及的，包括智能汽车，包括绿色农业，包括数字科技、健康生活这样一些产业领域呢，那么实际上全球范围内基于市场原则的市场分工协作呢，一定会越来越向前推进。也就是说，各个国家呢也会在其中更加凸显自身的比较优势。这呢，其实可能是未来供应链产业链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方向。
在26号举行的中韩外长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韩国外长朴振强调，中韩关系出现不少新情况，但中韩是搬不走的近邻，中韩已成为利益高度融合、产供链高度互嵌的合作伙伴。近期在深举行的第5届世界科学与发展论坛期间，深圳卫视记者就相关问题专访韩国科学技术企划评价院研究委员、韩中科学技术合作中心首席代表徐信我博士。他强调，中韩合作需要围绕市场需求，各自发挥所长，增强产业链合作。徐博士您好，非常荣幸您接受我们的专访，我是深圳卫视记者王。谢谢邀请我过来。您好，请喝。好嘞。在过去的中韩科技合作当中，有哪些共识是已经达成的？ 과거 저희가 30주년, 그러니까 작년까지 기준으로 해서 한중 30주년을 지냈는데요. 그동안 한중 간에 굉장히 괄목할 만한 성장이 있었고, 특히 이제 과학기술, 과학자 간의 공동 연구 사업, 그리고 신진 연구자 교류 사업, 그리고 그 과학기술 공동 연구센터 그런 사업들이 이제 계속 많이 진행되어 왔습니다. 徐信我是韩国科技科学技术情报通信部下属的韩国科学技术企划评价院研究委员，他同时担任韩中科学技术合作中心首席代表。1992年中韩建交4年，两国根据协议成立韩中科学技术合作中心，作为面向中韩两国科学技术合作智库的专业机构，总部设在北京。在官网的致辞中，徐信我介绍，随着围绕5G、半导体、AI 等高新技术的技术战争的深化，加强相关战略迫在眉睫。 无论是国家层面还是社会层面，科学技术合作都变得更加重要。 그러니까 저희 센터가 하는 일은 지금 한중 간의 그런 과학기술의 협력의 교량 역할을 하는데, 제가 이런 포럼을 다니면서 가장 주의 깊게 보는 것은 어떤 분야에 있어서 한중 간의 그런 협력이 가능한지 그런 것들을 발굴하는 데 가장 큰 관심이 있습니다. 한국에서는 지금 그러니까 미래 산업이라고 별도로 지정해 놓은 건 없고요. 그러니까 2022년에 12대 전략 기술을 지정을 해서 그 전략 기술에 엄청난 그 R&D 예산을 붓는 그런 계획을 가지고 있습니다. 根据2022年韩国科学技术信息通信部发布的国家战略技术培育方案，以保护本国技术和国家利益为目的，旨在国际格局中全面展开技术霸权竞争。其中大部分与中国正加大研发的未来产业相同，如半导体与显示器、网络安全、人工智能、前沿机器人与制造、量子科技等领域。对于中韩科技竞争的趋势，徐信我持积极看法。他指出，高科技市场与产业空间都很大，不仅完全容得下中韩企业的发展，也给两国相关产业链合作提供了空间，但关键在于增进互信。 深圳卫视注意到，在电商界全年最大的海外直购活动“黑色星期五”中，中国制造卓越的性价比带动销售增长，在韩国展现了压倒性的存在感。据韩国在线购物平台 WeMakePress 发布的数据，本月按地区统计的海外购物销售额增长率显示，中国以801%的增长率远超美欧的136%，与日本的79.8%。 徐信我表示，中国是全球最大的高附加值消费市场，对韩国企业也很有吸引力。中韩合作需要围绕市场需求，各自发挥所长，增强产业链合作。 중국은 사실 뭐 이전에는 저희들이 한국에서 봤을 때는 굉장히 시장을 강조했었는데, 지금은 이제 시장보다는 워낙 이 자국 위주로 이 정세가 돌아가고 있기 때문에 그런 기초부터 시작해서 같이 상업화하고 개발하는 일련의 그런 파이프라인을 같이 협력을 하면 좋을 것 같습니다. 您作为韩中科学技术中心的牵头人，您对于中韩之间这方面的合作有何考量？我认为是韩国跟中国 IT 方面、技术方面的那个竞争的那个产业是非常类似的，所以很多人就是担心这个就是不可能一个达成一个合作的那个共识。可是我这个反对，可能我们因为技术的那个领域那个应用的领域非常广泛嘛。 就是积极的能够就是互相那个就trust 就是信赖最重要，就看长期的那个前景来就是开始一个合作的话，我们可以能够就找到那个合作的空间。在西方国家呼吁对中国供应链去风险时，中国却举办了首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那这向世界发出怎样的信号？主持人好，在西方一些政客呢鼓吹对华脱钩断链、筑墙涉类之际，
中国举办首届联博会，旨在向世界发出扩大开放的信号，发出尊重市场规律、继续推进经济全球化的信号。同样呢，也发出了进一步改善营商环境、吸引外资的信号。可以说，中国通过联博会向西方政客鼓噪的脱钩断链、取风险等破坏市场规则和国际经贸秩序、侵蚀全球高效合作根基的思潮和做法加以反击，从而呢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促进产业链供应链向绿色低碳转型。那为什么呢？是现在要举办首届国际联博会？一个重要的背景是，美国推动的与中国脱钩断链的策略走不下去了。美国企业呢在反对，欧洲企业也因被迫服从美国意志而受到了经济损失。因此呢，欧美行政当局把过去激进的脱钩断链调整为更具隐蔽性的去风险。当然呢，最重要的是，中国呀不仅有完备的产业链供应链，而且成本低、质量可靠，使得很多西方企业没法和中国断链，在其他国家和地区呢就找不到替代供应商。可以说，现在的西方企业呀正处在政府政策和市场规律究竟选择谁的纠结中。中国举办联博会，让他们眼睛一亮，催促他们做出正确的选择。首届联博会的最大特色是展示的是智能汽车链、绿色农业链、清洁能源链、数字科技链、健康生活链5大链条和供应链服务展区，向世界说明呢，中国呢已经走在绿色低碳发展线路上了，符合全球绿色经济发展理念，而且呢显示出下一个时代的商机就在中国。中国完备的未来经济供应链在可预见的未来能够对西方及世界提供全面的供应和服务。当然呢，联博会也显示出中国继续吸引外资合作共赢的诚意，希望欧美外商在中国市场呢创新开拓。中国领导人最近强调，要加强涉外法治建设，完善公开透明的涉外法律体系，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维护外资企业合法权益。这意味着中国呢将进一步的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为外国工商界朋友来华投资呢兴业提供更好的保障。就在中国的联博会开幕前夕，美国白宫成立供应链韧性委员会，宣布近30项措施来强化美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那么您是如何来看待这一举动？这说明中美竞争呢依然激烈，美国对华去风险仍然是动作连连，不想把制造业的供应链集中在中国，而是呢要实现所谓的多样化，甚至是回流到美国。换句话说，美国对脱钩断链并没有死心，还在挣扎。拜登呢参加了白宫供应链韧性委员会首次会议，吹嘘呢他上任第1个月就签署了行政命令，要把供应链带回美国，并夸大其词的吹嘘他签署了这个通胀削减法案和芯片法案的意义。白宫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要和中国对着干呢？首先呢，拜登已经打完了与中国脱钩断链的所有的子弹，从芯片禁令到投资限令，再到对中国顶尖企业的精准打击，但结果呢是并不能够遏制中国的发展，反倒刺激中国在被美国卡脖子的技术领域加快突破。拜登呢希望制造业回流美国，但是从中国流出的企业呢也没有到美国，而是到印度和东南亚国家。一些从中国转移出去的企业呢又回到了中国，因为其他地方没有像中国一样具有完整的供应链，增加了成本。就连企图分化亚太地区的所谓印太经济框架也被迫暂停，因为呢亚太国家不想在中美间选边站，不想人为打破产业链供应链。因此拜登便用新的保护主义措施来显现他在中美关系上的强硬，强调在半导体、医药生产等方面要让制造业回到美国。其次呢，美国大选即将拉开大幕，而拜登的民意支持率低于特朗普，加上他的年龄问题，民主党呢能不能推举他为候选人都难说。他继续呢在国内经济上加分，通过成立供应链韧性委员会以及相关的措施来显示他在为美国工人着想，在努力的让制造业回流，在设法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从而呢在选民中增加好感度。
也就是说呀，美国政府仍要把经贸泛政治化、泛安全化，一意孤行地推动脱钩断链，削弱中国经济的能量。所谓加强供应链韧性，不过呢是要把中国从世界产业链的中心位置上给拉下来。菲律宾近期先后与美国和澳大利亚在南海进行联合海空巡逻，菲律宾官员更是叫嚣，马尼拉正在计划与更多国家在南海进行类似活动。分析认为，马克思政府已经成为南海的麻烦制造者，充当美国马前卒，加剧地区紧张局势。据彭博社报道，菲律宾国家安全委员会助理主任马拉亚28号称，许多国家表示有兴趣加入菲律宾在有争议海域的巡逻，但他并未透露更多详情。在前一天，菲律宾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布劳纳也在奎松市阿吉纳尔多营举行的一场会议间隙时叫嚣，明年可能联合美国及澳大利亚等盟友在南海进行多边巡逻。布劳纳指出，美国和澳大利亚将可能参与其中，因为菲律宾上周已与这两国开展了类似活动。而在今年9月，非武装部队曾披露，至少有6个国家愿意安排海军与菲方在南海展开联合巡逻。除了已经在上周与菲律宾分别进行联合巡航的美国、澳大利亚、日本、德国、加拿大和法国也有意加入。菲律宾这样做其实就是扯大旗做虎皮。菲律宾和中国的争端是属于两国之间的问题。然后菲律宾这样做呢，实际上是试图想要把两国之间的争端问题炒作为一个国际问题。有分析指出，长期主动介入南海问题的日本，届时加入的可能性非常大。近年来，日本经常派出军舰进入南海，并与美国、菲律宾等国展开联合演习。日本还强化与菲律宾的防务合作，谋求可以将日本自卫队部署在菲律宾。本月初，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马尼拉与菲律宾总统马克思举行会谈，同意启动日本自卫队与菲律宾武装部队之间的相互准入协议谈判。一旦双方达成协议，意味着可以让对方部队部署在本国领土。菲律宾将成为继澳大利亚和英国之后第3个与日本签署相互准入协议的国家。此外，日本还将向菲律宾追加提供5艘巡逻船。菲律宾交通部此前宣布，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将通过日本提供的资金，追加接受5艘全长97米的大型巡逻船。菲律宾交通部指出，加上已交付的12艘船，日本支援菲律宾海岸警卫队的船只总数达到17艘。本月21号至23号，菲律宾和美国军队在南海启动为期3天的联合海上和空中巡逻。25号至27号，菲律宾又与澳大利亚启动了首次联合海上巡逻。菲律宾不仅在社交平台上造势，还试图将中国拉入镜头，以增加曝光率，在国际舆论上制造话题。据路透社报道，菲律宾方面26号表示，在与澳大利亚军机联合巡逻期间，监测到2架中国战斗机绕飞1架菲律宾军机，但未造成任何意外事件。美菲联合巡航时，菲律宾也声称，解放军1艘054A 护卫舰和1架运9侦察机在附近跟踪监视。而从社交平台流出的所谓中国战斗机对菲律宾军机实施绕飞的视频来看，双方飞机高度差非常大。有专家就强调，中国军队在自己家门口对菲律宾勾结域外势力、搅局滋事进行跟踪监视是很正常的，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而且从菲律宾军方的情况汇报和外军反应来看，中方海空兵力跟踪监视的行动是专业的、安全的、无可挑剔的。对于菲律宾相继与美澳在南海进行联合巡逻，华洋海洋研究中心理事长、中国南海研究学术委员会主席吴世存27号在出席一个研讨会时表示，菲律宾试图利用这些域外国家来壮大自身力量，或者弥补它的海上力量不足。菲律宾走偏了也有点天真。马克思政府已经成为南海的麻烦制造者，并且有可能沿着这一方向与美国一道继续走下去。这种铤而走险的做法对于解决南海问题是无济于事的，对地区和平稳定也是不利的。吴世存还提到，菲律宾企图要另起炉灶，另行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的问题，认为这只会造成东盟的分裂。南海行为准则如果没有中国的参与，对维护南海的和平稳定将没有帮助。菲律宾的做法属于乱弹琴，只会对东盟的整体性和团结性造成负面影响。从东盟的角度来看，没有任何一个东盟成员国愿意为菲律宾在南海问题上与中国进行对抗，所以我认为菲律宾的这种企图是无法实现的。日本经济新闻日前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称，一位菲律宾高级官员表示，美国已开始就菲律宾修复在仁爱礁非法坐滩的军舰提供建议。
美菲正在研判马德雷山号在不进行修复的情况下还能维持多久。美国甚至可能在菲律宾修复该舰时提供帮助，例如材料运输和安全保障。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波林分析认为，美国在修复马德雷山号中扮演的角色将取决于马尼拉。观察指出，目前中方出于人道考虑，允许菲方将粮食、饮用水等补给送上非法索滩军舰，但绝不会允许菲方把用于加固扩建的建材运上船。一旦菲律宾真的从事修复行动，一意孤行拉拢勾结其他域外国家挑衅滋事，必将引发中国坚决反制。目前来看，菲律宾尽管在南海问题上不断的挑衅中国，但是小马克思政府依然希望能够在中美之间维持一个大国平衡的一个状态。具体来看，那个菲律宾在南海问题上的这个行动，它是有一定的限度的。基本的底线是，菲律宾也不希望与中国爆发战争。澳大利亚方面的接连挑衅也引发中方的强烈不满。除了在南海与菲律宾展开所谓联合巡逻，澳大利亚近段时间还炒作图文8号护卫舰一名潜水员在所谓日本专属经济区海域被中国军舰的声呐所伤事件。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刘建超28号在悉尼发表讲话时否认有所谓伤人事件。他表示，事件发生在中国与日本存在争议的水域，质疑澳大利亚舰艇为何在那里出现。中方得到的信息是，澳方在那里是为了遏制中国，敦促澳方在有关领域谨慎行事。中澳军队之间的小事如果处理不当，有可能升级并损害两国关系，呼吁双方进行任何形式的预先磋商或通知，以防发生误解。近期岛内热点议题不断，先是蓝白合正式宣告破局，岛内选举呈现三足鼎立的态势。紧接着，中国国民党2024参选人侯友宜公开表示，若胜选将全面重启两岸对话交流。相比之下，民进党赖萧配再次使出选举伎俩，大肆编造各种所谓大陆介入选举的谎言。对此，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痛批这对双毒组合只会毒害台海和平稳定。本月15号，中美元首在美国旧金山举行会晤，当中有关台湾问题的表态引发岛内舆论高度关注。对此，在11月29号上午举行的国台办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陈斌华回应称，台湾问题始终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问题。习近平主席向美方深入阐述了中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强调美方应该将不支持台独的表态体现在具体行动上，停止武装台湾，支持中国和平统一。美国总统拜登重申中美元首巴厘岛会晤中美方所作承诺，明确表示不支持台独。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是亚太地区局势稳定的乱源。想要两岸关系重回和平发展正确轨道，想要台海和平稳定得到切实保障，就必须回到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9·2共识上来。不过，美方近期依然操弄对台售武议题。据美媒报道，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约翰·科比透露，总统拜登表示将继续对台湾输售武器，目的是保障台湾的所谓自卫能力。数据显示，自拜登政府上任以来，已经进行了11轮对台军售。除此之外，据岛内媒体透露，台防务部门正在推进一个堪称离奇的项目，打算当美国的接盘侠，买入6艘已被美军退役封存的滨海战斗舰。对此，陈斌华回应称，美国售台武器违反中美3个联合公报，特别是817公报规定，我们坚决反对，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以实际行动兑现不支持台独的严肃政治承诺，不要说一套做一套。无数事实表明，以武谋独，死路一条，挟言自重，自取灭亡。陈斌华强调，从延长兵役到配合推出所谓配套方案，民进党当局勾连外部势力操弄以武谋独，只会加剧台海形势紧张动荡。距离2024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投票倒数45天，在今天的国台办记者会上，我注意到岛内选举是绕不开的焦点话题。赖清德宣布萧美琴为其副手，引起了岛内外对两岸关系未来的担忧。面对相关提问，发言人陈斌华引用了网友的评论，将这种组合称为双毒组合，强调这个毒字不仅代表毒药，也意味着毒害。民进党推出这样一组危险的毒配，只会毒害台湾同胞利益扶持，毒害台海和平稳定，毒害台湾前途命运。就蓝白合破局，陈斌华重申尊重台湾现行社会制度。
我们的态度非常的明确，我们尊重台湾地区的社会制度。当前台湾正面临着和平与战争、繁荣与衰退两条道路、两种前景的抉择。我们希望广大台湾同胞认清利害，明辨是非。日前，中国国民党2024参选人侯友宜公开向台湾工商界表示，只要他当选，立即与大陆全面重启对华交流，开放大陆游客来台观光，欢迎大陆学生就读台湾高校，重建两岸互信。民众党主席柯文哲也有类似表态，认为两岸开放要按部就班。对此，陈斌华予以回应：在坚持9·2共识、反对台独的政治基础上，我们愿意同包括中国国民党在内的台湾有关政党、团体和各界人士一道，巩固增进互信，加强交流合作，共同推动两岸关系重回和平发展正确轨道，维护台海和平稳定，造福两岸同胞。对于侯友宜提出大陆学生可以在台湾就业，民进党2024参选人赖清德方面竟然毫无根据称这是帮大陆解决问题。赖清德竞选总部29号发布新闻稿，发言人陈世凯要求侯友宜说清楚，未来预计开放多少大陆劳工来台，多少台湾青年就业恐将受到影响。外界注意到，每到选举就编造各种抹黑大陆及两岸交流，甚至所谓大陆介入选举的谎言谣言，这已成为民进党当局的惯用伎俩。据悉，高雄检方28号称，高雄市台湾中华泛蓝协会接受大陆方面接待安排，要求团员支持某特定候选人，会对政治立场进行表态，以涉嫌违反所谓反渗透法为由传唤20人，并限制出境出海。对此，陈斌华回应称，民进党当局的说法纯属造谣。相信随着选举投票的临近，民进党当局还会造更多的谣，撒更多的谎。对此，台湾民众早已司空见惯，不会轻易上当受骗。应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邀请，国家载人航天工程代表团11月28日至12月3日赴香港、澳门进行为期6天的访问。29号，代表团展开对香港的第2天访问行程，上午分别到不同的学校与学生交流。出席活动的嘉宾包括香港中联办副主任卢新宁、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当天下午，全港欢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代表团大汇演在香港红馆举行。深圳卫视驻港记者带来现场报道。中国载人航天工程代表团上午分组出席，由香港特区教育局主办，分别在香港培侨中学、码头冲官立小学以及香港浸会大学附属学校王锦辉中小学举行的与中小学生真情对话活动。活动上，代表团成员分别与20所小学的550多名学生和21所中学的690多名学生交流，分享国家在航天科技的发展与成就，以及他们在太空的生活点滴和宝贵经历。其中，代表团团长林希强及神舟14号乘组指令长陈东到香港培侨中学交流。培侨中学与航天员早有渊源，陈东去年在太空回信全国学生，拆开朗读的第一封信就来自培侨中学学生陈曼林。在选择自己要走的路时，是否有过迷茫和疑惑？和所有年轻的你们一样，我们也有感到迷茫和困惑的时候，也会有迷惑、彷徨、走弯路、遇到困难等等。陈曼林表示，活動期間，他到台上分享收到陳東回信時感動鼓舞，而且還收到了陳東的簽名照片。當我上到台嘅時候，佢就話：啊，終於見到你啦！就讓我覺得非常嘅感動啦。就例如佢話，對於夢想一定要付出好多嘅努力先至可以實現到，然後我都覺得呢個係對我一個好好嘅鼓勵嚟嘅。香港培僑中學校長伍煥傑表示，活動原本2小時，但航天員想盡量回答同學問題，所以超時約半小時，認為活動可增加學生對航天事業的認識及增強民族認同感。今次咧亦都好開心啦！我諗啲同學仔應該好開心嘅就係我哋嘅陳東宇航員咧，佢哋同同學們咧係好深入地去講咧佢自己嘅一啲感受，包括佢訓練嘅一啲嘅辛酸啦，包括佢自己一個信念啦，希望呢個太空嘅種子咧係種在佢哋嘅心上面。將來未來嘅10年、20年、30年，即係我哋國家嘅太空嘅工程嘅發展咧，係有佢哋嘅身影，有佢哋嘅參與，有佢哋嘅貢獻。
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在致辞中向代表团表示热烈欢迎和敬意，并向中央人民政府安排代表团访港表示衷心感谢。他指，国家的航天事业发展一日千里，近年更取得一个又一个历史性的进展，令人振奋。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常任秘书长李美长则在致辞时鼓励香港学生要立足香港，胸怀祖国，放眼世界，同时凝望太空，勇敢追梦，未来为香港、国家和人类文明贡献发光发热。下午4时，深圳卫视驻港记者在香港红磡体育馆外看到，不少市民已经在等候入场观看全港欢迎载人航天工程代表团大汇演。他们表示，能夠近距離目睹航天員風采非常激動，希望能聽到他們分享在空間站的故事。主要俾佢睇下啲太空人啊，或者睇下會 inspire 佢咁樣咯。我都有關注。睇嘅時候咩心情？梗係好激動啦！中國人啊，好驕傲。香港何文田官立中學副校長施美芳向記者表示，此次他們組織40多名學生前來觀看匯演。咁嚟參加呢一個大匯演，咁佢哋都好開心啊嚇，因為有機會咧可以見到咧航天人員啊嚇，咁希望透過今日嘅呢一個大匯演咧，了解更多咧航天工程人員咧佢哋嘅成就啦，同埋了解國家嘅發展情況。全港歡迎載人航天工程代表團大匯演下午5時開始，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香港中聯辦主任鄭雁雄、中國載人航天工程代表團團長林希強、神舟12號乘組航天員劉伯明、神舟13號乘組航天員王亞平、神舟14號乘組航天員陳冬、神舟15號乘組航天員張陸等到場，主持啟動儀式，為大匯演揭開序幕。2、1。中國航天星耀蒼穹，築夢太空。譚詠麟、鐘鎮濤、曹猛、嚴明熙、李幸倪、詠兒等知名香港藝人帶來精彩表演，匯演現場氣氛熱烈。呢個係最高規格㗎啦，差唔多，最高㗎啦，因為有汪阿姐啦，又有譚詠麟啦，又有嚴明熙喎，新一代嘅歌星。我哋香港有機會。有個載荷專家上到天空，我覺得很好，每個環節包括採訪啊，還有演出啊，他銜接得非常好。他把第一個10年、第二個10年、第三個10年，他的這個歷史的這個 part 非常的和各個演出插進去，讓我記得非常的牢固吧。深圳衛視駐港記者注意到，神舟14號乘組指令長陳冬在匯演現場表示粵語太難，但這個問題隨着港產航天員的加入會得到解決。台下的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開懷大笑並熱烈鼓掌。2017年呢，我來到過香港，時隔6年再次訪港，香港的快速發展的變化讓我很驚嘆啊，港人也安居樂業。那麼有一個沒有變化的，就是這個粵語太難了。說實在，剛才很多我確實沒太聽得懂。慢慢來，慢慢來。但是這個問題很快能夠解決，因為有馬上我們的香港的代表啊，很有可能會加入我們的航天員隊伍啊。那麼到時候可以向他請教啊。中國載人航天工程代表團訪港受到了香港社會高度關注，並佔據了香港各大媒體的頭條版面。除了大篇幅報道代表團在港行程外，香港輿論普遍關注港產航天員何時誕生。繼媒體見面會後，代表團團長林希強在匯演上再次回應，目前第4批航天員選拔已經進入最後階段。他和大家一樣，期待早日能有來自香港的航天員進入祖國的空間站進行工作和生活。他相信香港的航天員進入空間站後，可以開展香港地區特色的科學實驗項目，可以更好地和香港中小學生進行互動，普及航天知識，使祖國的航天事業更好發展。當天，代表團還到訪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香港中聯辦主任鄭雁雄表示熱烈歡迎，對航天英雄和科學家們為祖國航天事業做出的巨大貢獻致以崇高的敬意。鄭雁雄表示，真正希望載人航天工程用好香港的國際化平台，開展航天事業國際合作，匯聚國際先進技術和頂尖人才，助力國家航天事業發展。